在意大利拥有重型机车比台湾容易许多。当然，作为王先生的寄生虫，就以后座视角介绍给大家我们的旅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太太。结婚7年的伴侣，假日起床的景象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或是这个样子，各自起床滑手机，等着对方先去遛狗。饿的人呢，自己去厨房找早餐。而为了拯救我们的婚姻，我想到了，来去郊游吧。前几天刚好有同事告诉我这个峡谷，我们查了查之后决定出发。在意大利旅游通常是以城市为单位，而这一次我和王先生决定去一段在意大利当地有名的公路 Via Flaminia， 也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连接罗马和亚得里亚海的重要道路，很多历史遗迹在整条道路上可以慢慢去寻找。折返点就设在 Colla del Fullo 佛洛峡谷，也是此路段最精彩的部分之一。佛洛峡谷是位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一个自然景点，壮观的峡谷风景以及多元的自然美景，是在夏日前往休憩的好地方，也适合各种户外休闲活动，徒步旅行、攀岩、自行车或是自然爱好者。王太太住在意大利的心脏托斯卡尼大区及翁布里亚大区的交界，来回约3个小时，在一个不算远的地方。只是呢，要前往这个景点，全程都是蜿蜒的山路。风景虽然很美，但是后座的我也是胆战心惊。这个路段发生车祸的比例非常的高，常有重机骑士骑行速度太快，跌落山谷，自撞撞人。因此此路段有着非常多的测速照相机以及警察，来防止像山道猴的憾事发生。对的，这里的路段根本就是山道猴的发源地吧。初步了解地形、天气、来回时间后，跟王先生就着装准备出发。王太太会手持手机记录沿途美丽风景，也因为是后座视角，对于整体画面有洁癖的朋友就不好意思了。如果这重机系列的影片大家喜欢，请帮王太太订阅、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，也让我知道有人在看我的影片。和王先生一起机车旅行，我们不使用麦克风对话，也不听广播，风声、美景，随时注意路况，用手势和对方沟通。如果我有需求，在平缓路段会拍拍他的腰，他也会打开安全帽听我说，但大部分都是他先轻拍我的大腿，比赞，意思是询问我一切安好，我也回赞给他。厕所时间或是咖啡时间也会提前说好，停在下一间抵达的酒吧或是下一个休息站。沿途中，如果你看到许多车辆停在路边，那就代表有河床可以下去戏水、晒太阳。这也是不靠海的居民享受夏天的方式。咦，你看到了吗？没错，重机骑士之间交汇时、超车时都会互相打招呼的哦。超车时用脚踢一下，会车时举手或用个手势打招呼，都是重机骑士的礼仪之一。当然，前提是没有很忙的状态下啦。这一段山路让我想起多年前去北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脉时的景色，有缩小版的错觉。撞过的群山，光经过这一段路程就已经够疗愈了。也推荐给自驾的朋友们，只是蜿蜒的山路要谨慎驾驶。王先生的摩托车是 Honda 的 Translab XL 700，在意大利还算是迷你。我们家从 400cc 的速克达开始一起旅行，速克达也带我们走过了萨丁尼亚岛。我们发现双方都很享受机车出游的时光，这也算是台湾媳妇的骄傲吧。当时也觉得要以机车旅行为主，就是要换更大马力的摩托车。现在我们夏日重机旅行也即将迈入第5年，跟着上山下海，我们的旅行节奏以及强度都越来越高，才发觉 700cc 快要不够用了。你看吧，是不是大家都会打招呼呢？但也其实也不是大家啦。
过这个路段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会不会突然有狮子王出现在上面啊？在夏天骑一骑，又热又累，还满身汗，但没有什么是美食啤酒无法解决的。沿途经过了一间美式餐厅，直接入座。当然，啤酒是属于后座人的专属，骑士你就乖乖喝可乐吧，哈哈。38欧，1330元台币，是不是有点贵呢？吃饱喝足，再继续出发。一转眼就来到了峡谷区域。除了欣赏沿途美景，这个 Gola del Fullo 还有一大亮点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历史遗迹 Galleria Romana， 是一座古罗马人用徒手挖的隧道。但其实还有一座更古老的隧道 La Galleria Piccola， 距今2000年以上，算是从前古人自己开凿的便道。毕竟古人老外不会轻功水上漂，只好自己伸出一条便路咯。只可惜历史遗迹小隧道，政府已经用栅栏围栏围起来，已经无法自由参观。从罗马要前往亚得里亚海的重要道路，旁有湍急的河流 Fiume Candigliano， 以及阿pen尼亚平宁山脉的悬崖峭壁。直到公元74年，当时的古罗马皇帝 Vespasiano 理解到交通枢纽的重要，也需要带物资给军队，便修建了一条更大的隧道。众多的奴隶只用锤子、凿子凿开一个手工隧道。据说也使用醋以及火，让岩壁更好开凿。隧道的右手边就是小的古隧道 La Galleria Piccola， 而现在通过的是公元74年古罗马皇帝下令开凿的 La Galleria Romana， 能清楚地看到满满的手作痕迹。接着我们通过了将近2000年的隧道后，可以看到一座大水坝 Diga del Fullo， 建于1918至1922年，直接建在岩石上，以自然高度10米的瀑布处，用于水资源管理以及水力发电。水坝呈现出一个朝着山谷的弧形，同时也提供了自然生态环境。现在拥有了许多鱼种、野生动物在水库及周遭环境。但总的来说，大坝的建造就是已经在改变自然环境了。虽然水库美景供人们休闲和享受自然风光，也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也有重要的意义。但如果想象一下，河流穿越巨大的岩石、急流和瀑布，如果保留到现在，会是多么壮观呢？参观完佛洛峡谷，我们准备折返，用不一样的角度欣赏整个旅程。
回程途中必要的小休息，已经满身大汗的骑士王先生，在炎热的夏天，我们都需要来支冰淇淋消消暑。Single lady。吃过冰，休息一下，这一趟旅程也即将走到尾声。每一年夏天，我们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机车旅行。我很开心能用这样的方式记录旅游，把开心跟美景都收纳起来。喜欢王太太的影片，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哦。好了，快要到家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